在現代步兵武器的演進史上，有一個外形你絕對不會感到陌生。從越戰的潮濕叢林到中東的漫天黃沙，甚至在全球各地的反恐特戰單位手中，你都能看到那個帶有標誌性機匣或是掛滿戰術配件的熟悉輪廓。很多人習慣將它統稱為 M16 或 M4， 但從武器工程的視角來看，這不僅僅是一把槍，而是一整套徹底重新定義了現代步兵交戰規則的架構 AR 武器體系。它被公認為世界上最成功、普及率最高的轻武器平台，甚至直接確立了 5.56 公里小口径彈藥的全球通用標準。但伴隨着這種統治力的，卻是長達半個世紀的激烈爭議。為什麼一把在服役初期頻繁夾彈、飽受前線士兵詬病，甚至引發過國會調查的設計，不僅沒有被軍方淘汰，反而能在幾十年間逆向生長，成為現代特戰力量的絕對標配？今天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把真正的傳奇 M16。上世紀50年代，當時的防務界在单兵火器的研发上陷入了一個嚴重的路線依賴。二戰結束後，美軍高層依然堅信遠距離精準射擊的傳統步兵教範，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誕生了 M14 自動步槍。從參數來看，它採用了傳統的胡桃木槍托與厚重的鍛造鋼機匣，發射全威力的 7.62 公里大口徑彈藥。在測試場上，它能精準摧毀600公尺外的目標，但這種傳統設計的先天缺陷還是暴露了。現代步兵的交火絕大多數發生在300公尺以內的近距離，且伴隨着突發性。在這個距離下， M14 全自動連發時槍口上跳嚴重，士兵根本無法控制散步。此外，沉重的木質槍身與大口徑彈藥也大幅削減了步兵的機動效率與攜彈量。面對這種戰術困境，阿馬萊特公司的工程師尤金·斯通納直接推翻了原有設計，拋出了一個全新的武器架構。我們先理清一個長期的字面誤解，很多人以為 AR 平台中的 AR 代表突擊步槍 Assault Rifle， 但實際上它是阿馬萊特步槍 Armalite Rifle 的縮寫。斯通納設計的並不是一把單一的槍，而是一個名為上下機匣分離的底層架構平台。在這個平台概念裡，步槍被分為了2個獨立但可快速結合的模組，上半部包含槍管和槍機，下半部包含扳機和彈匣座。只要拔出2根固定插銷，士兵就能在幾秒鐘內把槍拆成2半。這種架構為幾十年後整個系統衍生出無數種戰術變形埋下了最核心的工程基因。在確立了平台架構後，斯通納將航空工業的材料學引入了槍械制造。他用輕質的恆泰鋁合金取代了沉重的锻造鋼，用工程塑膠取代了容易受潮膨脹、增加死重的木頭。而在火力投射逻輯上， AR 平台拋棄了 7.62 公里全威力彈，轉而採用 5.56 公里小口徑高初速彈藥。一名士兵在背負同等重量的情況下，攜彈量直接翻倍，在近距離遭遇戰中獲得了壓倒性的火力持續性。為了徹底解決連發時的槍口上跳，斯通納採用了一種獨特的直線啟動布局。他將槍管、槍機和附近簧布置在同一條水平線上。這種設計將射擊產生的後坐力筆直地傳導至射手的肩膀，完美化解了傳統步槍槍托下垂導致的力矩偏移。從工程學的角度來看，早期的 AR-15 及後來的 M16 是一次單兵火器的徹底重構。然而，實驗室裡各項參數堪稱完美的工程傑作，一旦投入真實的泥沼與戰火，往往會遭遇嚴酷的事實。這把被寄予厚望的跨時代武器，在首次大規模投入實戰時，爆發了嚴重的卡彈危機，甚至一度被前線士兵視為災難。1960年代中期，隨着越戰升級，美軍將制式化後的 M16 全面投入東南亞戰場。在外形上，這把採用黑色工程塑膠與鋁合金打造的突擊步槍，在滿是泥濘與濕氣的叢林中，顯得像是一件穿越時空的科幻裝備。但在初期部署的幾個月內，前線傳回的卻不是壓倒性的戰果，而是令人震驚的故障。許多犧牲的美軍士兵在被發現時，手裡正握着處於卡彈狀態，甚至被拆開試圖排除故障的 M16。為什麼一把在測試場上展現出完美參數的工程傑作，到了實戰中卻變成了致命的累贅？當我們翻開當時的防務採購檔案，會發現這是一場官僚決策與現實環境的災難性碰撞。災難的根源首先出在彈藥上。尤金·斯通納在設計 AR 平台時，是以燃燒後殘渣極少的管狀發射藥作為啟動解算基準的。但軍方高層為了遷就現有的彈藥庫存，降低量產成本，在沒有經過完整系統兼容性測試的情況下，強行將配發彈藥改成了老式的球狀發射药。這種規格的變更帶來的連鎖反應是致命的。老式球狀發射藥燃燒後會產生大量的碳污染，而 AR 平台採用的是气通式運作原理。高溫火藥燃气會直接吹入機匣內部來推動槍機，在熱帶叢林的高強度交火中，大量的火藥殘渣混合着濕氣，直接在機匣內部糊成了一層厚厚的油泥。不僅如此，球狀發射药還大幅推高了子彈的膛壓，
導致步槍的連發射速超出了原本的機械設計上限，加劇了內部零件的磨損與斷裂率。除了火藥配方的隨意更改，另一個致命的工程是鍍鉻。為了節省制造成本，早期的 M16 並沒有在槍管和膛飾內部進行鍍鉻處理。在越南極其潮濕的環境下，未鍍鉻的金屬膛飾極易生鏽。當士兵扣下扳機，滾燙的黃銅彈殼受熱膨脹後，會死死卡在粗糙生鏽的膛飾壁上。此時退殼鈎在猛烈拉扯時，往往會直接扯斷彈殼的底緣，造成戰場上最難排除的死卡。更荒謬的是，早期的軍方宣傳甚至聲稱這把槍具有太空時代的自解功能，在初期根本沒有為前線配發足夠的槍支清潔工具包。面對國會的嚴厲調查，防務部門不得不對 M16 進行緊急的系統修補。隨後配發的 M16A1 版本強制在膛飾與槍管內部鍍鉻，解決了生鏽卡彈的問題，同時更改了彈藥的發射藥配方，並在機匣右側增加了一個可以手動強制閉鎖的附近推进器。在完成這一系列升級後， M16A1 終於在越戰中後期展現出了它真正的戰術價值。輕便的槍身與充沛的攜彈量，讓美軍步兵在遭遇戰中能夠迅速形成密集的火力壓制網。回顧這段充滿爭議的歷史，同一把武器在初期版本和改進版本中表現出了完全不同的實戰結果。但隨着戰爭形態的繼續演進，步兵交戰的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傳統的長管步槍在 CQB 中逐漸暴露出機動性受限的短板。為了適應新的防務需求， AR 體系又會如何解決呢？隨着冷戰步入尾聲，全球防務環境發生了重組，大規模的野戰、陣地戰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反恐行動、城市巷戰以及特種作戰。交火的空間從開闊的荒野被大幅壓縮到了狹窄的街道、建築物內部以及被稱為致命漏斗的房間通道裡。在這些錯綜複雜的限制空間中，擁有約51公分長槍管、全尺寸固定槍頭的 M16 突擊步槍突然成了累赘。當士兵乘坐黑鷹直升機或悍馬裝甲車準備快速突擊時，過長的槍身經常會卡在艙門處；而在進行室內掃蕩搜索時，長槍管在通過狹窄的走廊拐角時極易暴露位置，甚至在狹小的房間內連轉身瞄準都顯得異常困難。前線特戰單位迫切需要一款火力足以媲美突擊步槍，但尺寸更加短小精悍的武器。在這個明確的戰術需求下， AR 體系完成了一次順應環境的裁剪，大名鼎鼎的 M4 卡賓槍應運而生。從機械工程的角度看，早期的 M4 其實就是一把縮短版的 M16。工程師將槍管直接砍到了約37公分，並將原本固定的塑膠槍托換成了可以根據士兵体型和防彈衣厚度進行多段伸縮的伸縮槍托。這些外形上的減法讓武器的整體長度大幅縮短，士兵的機动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但如果 M4 的進化僅僅停留在槍管巨短，那它頂多只是一把合格的近戰武器，絕對無法奠定它在輕武器歷史上的霸主地位。真正讓 M4 徹底封神的是一項看似不起眼卻徹底顛覆了人類幾百年槍械設計的外部改造——皮卡丁尼導軌。在 M4 出現之前，無論你拿的是二戰的 M1 加蘭德還是越戰的 M16， 槍械本質上就是一個固定的整體，出場時給了你什麼機械瞄具，你就只能用什麼。但特种作戰司令部提出了一個超前的概念，不同的任務需要不同的装備，武器不能再是死板的鐵疙瘩，它必須能夠隨時變身。為了實現這個構想，工程師在 M4 卡賓槍上引入了標準化的戰術滑軌系統。他們首先切掉了 M16 機匣頂部那個標誌性的固定提把，將其變成了一個平坦的頂部滑軌，隨後又把原本圓筒狀的塑膠護木替換成了上下左右全都布滿齒槽的鋁合金四面滑軌。這幾排簡單的金屬齒槽就像槍械上的 USB 接口，它確立了一套全球通用的咬合標準，讓這把槍瞬間擁有了無限的擴展能力。在這個架構下，交戰邏輯被改寫。在過去，步槍手只能依靠肉眼通過準星和照門進行3點一線的瞄準，這在實戰的高壓環境下不僅速度慢，而且極度依賴視力。現在士兵只需要在頂部滑軌上卡入一個內紅點瞄準鏡，無論視線如何偏移，只要紅點對準目標，扣下扳機就能命中，瞄準速度產生了質的飛躍。更為誇張的是它的任務適配性。如果今天的小队任務是夜間突襲，士兵可以在滑軌前方裝上紅外線雷射指示器，如 PQ-15，配合夜視鏡。如果任務臨時變成開闊地帶的巡邏，只需要幾秒鐘，撥下內紅點，換上帶有4倍放大的 ACOG 光學瞄準鏡，再加上前握把來穩定連發后坐力，和在槍口旋上強音器來隱藏槍口焰，它立刻就能客串一把精確射手步槍。至此 AR 體系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躍升。在 M4 卡賓槍之後，步槍不再是一把功能單一的殺傷工具，而是變成了一個像智慧型手機一樣的模組化平台。士兵不再是單純的射手，而是變成了這個平台的系統操作員。
他們可以根據今天的戰場環境自由搭配屬於自己的戰術硬體。但是就在 M4 卡賓槍看似走向巔峰的時候，差點被最頂尖的特戰部隊掃地出門。當三角洲部队等 Tier 1級別的特戰精英為了近戰機動和隱蔽，在 M4 超短的槍管上強行炫上消音器後，當年越戰時期的老毛病居然在幾十年後借屍還魂。消音器巨大的回壓讓滾燙的火藥廢氣無處排泄，只能順着導氣管瘋狂倒灌進機匣。在 CQB 中，特戰隊員手中那把造價昂貴的高科技平台竟然再次爆發了頻繁掐彈的噩夢。面对這個幾乎無解的死局，美軍陷入了焦頭爛額的境地。最終是來自德國的頂尖工程師站了出來，對這把純正的美國步槍進行了改造。而這次升級不僅催生出了一把傳奇特戰名槍，更是確定了一個事實：當今世界已經沒有任何一家軍工能擊敗 AR 體系。那麼德國工程師到底對 M4 做了什麼改進？為什麼說就算歐洲人造出了完美的步槍，也只能乖乖向美國的 AR 架構低頭？面对這個基礎架構帶來的死局，美軍特戰司令部迫切需要尋找解藥。這個時候，遠在歐洲的老牌輕武器巨頭德國 HK 公司敏銳地嗅到了機會。一開始，德國人其實是想向美軍推銷自己研發的新一代步槍，比如 G36 或者是當時科幻感十足的 XM8。但在實地接觸特戰隊員後， HK 的工程師發現了一個難以逾越的屏障——肌肉記憶。對於在生死線上摸爬滾打的老兵來說，一把槍哪裡是保險，哪裡是彈匣旋放鈕，垃圾餅在什麼位置，這些動作早就成了神經反射。在高度緊張的交火中，如果換一把全新布局的步槍，哪怕性能再好，士兵也可能會在關鍵0點幾秒內按錯按鈕，而代價就是生命。美軍特種兵的底線很明確，我們可以換槍，但連發手感和操作邏輯必須和 M4 一模一樣。面對這種強硬的需求，德國工程師決定打不過就加入。HK 公司放棄了推銷新槍，轉而對純正的美國 M4 進行了改造。他們保留了 M4 的下半部分，也就是包含扳机、彈匣座和所有操作按鈕的下机匣，完美保住了特戰队員的肌肉記憶。但在最關鍵的上半部分，德國人切除了斯通納設計的气吹式導氣管，取而代之的是 HK 公司從自家 G36 步槍上移植過來的短行程活塞傳動系統。簡單來說，火藥廢氣不再直接吹進槍身內部，而是在槍管前端推動一根实心的金屬活塞杆，活塞杆再向後猛击槍機，完成退壳和上膛。所有的碳渣、高溫和廢氣全部被物理隔絕在槍身外部。經過這次改造，這把結合了德國精密機械內核與美國模組化外觀的槍械正式誕生。它就是後來在海神之矛行動中擊斃本拉登的傳奇 HK416。HK416 的爆紅向全世界證明了 AR 體系再無對手。在過去，如果一把槍的內部原理出了嚴重問題，軍方的做法通常是直接招標換一把新一代的步槍。但是當 AR 體系遭遇可靠性危機時，解決問題的辦法竟然不是淘汰它，而是拔下它的上半部分，換上一個第三方補丁。這就是 AR 體系之所以能統御全球特戰標準的原因。它已經不再是一把單純的武器，而是變成了一個類似電腦操作系統的開源硬體生態。這種平台生態在戰術上是絕無對手的。首先是彈藥與零件的絕對通用，全球幾乎所有的北約國家都在生產 5.56 公里彈藥和標準的 AR 彈匣，走到世界上任何一個衝突熱點都不用擔心找不到補給。其次是恐怖的任務適配成本。如果一支特戰小隊今天要去執行要员保護，需要隱蔽攜行，他們直接換上一個發射點300微升特種彈的短槍管上機匣，只要拔插2根固定销，30秒內就能完成戰術切換，而下部分的槍身根本不用換。如果要打中遠距離的狙擊，換上帶重型長槍管的上机匣，它立刻就能客串精確射手步槍。最後是低廉的訓練成本，一個新兵只要在訓練營學會了操作基礎的 AR-15， 那麼無論是短小精悍的 M4， 還是德國人魔改的 HK416，甚至是發射 7.62 公里大口径子彈的 SR-25 狙擊步槍，他拿到手裡就能立刻形成戰鬥力，因為所有的操作按钮全都在同一個位。這種巨大的後勤慣性與生態擴展能力，徹底壓垮了歐洲曾經引以為傲的步槍工業。法國著名的 FAMAS 獨牛式步槍退役了，轉而採購了 HK416。英國的特戰部隊放棄自家的 L85 系列，全員換裝加拿大版的 AR 步槍。甚至連許多前蘇聯這樣的國家在更換特種裝備時，也開始導向各種魔改版的 AR 平台。它不再是美國的專屬武器，而是成了現代輕武器的一套全球通用標準。那麼回到我們在影片開頭時的那個問題， AR 系列真的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嗎？如果單論在泥漿、冰雪等極端環境下的絕對耐操程度，它可能永遠比不過那把結構簡單粗暴的 AK-47。如果單論遠距離的制止力，它也無法和那些全威力口徑的傳統步槍抗衡。
它之所以能稱霸全球，贏的從來不是某一項單一的參數，而是那套無可替代的開源生態。M16不是步槍發展的終點， M4不是，哪怕是被推上特戰神壇的 HK416也不是。AR 體系留給輕武器歷史最大的遺產，是它徹底改變了人類定義步槍的方式。它讓步槍從一塊死板的鋼鐵變成了一個可以無限迭代、隨時替換生鏽零件的硬體底座。如今，美國正在大舉推進下一代武器計劃，試圖用穿透力更強的全新 6.8 公里彈藥來取代疲軟了半個世紀的 5.56 公里。但有趣的是，如果你去看那些中標的新一代步槍，它們在外形布局、拆解方式和操作逻輯上依然透着濃濃的 AR 影子。當武器變成了一個可以隨意拔插、更換核心的軀殼後，你覺得未來的單邊火器還會出現一次徹底推翻重來的結構革命嗎？還是說，全世界的防務工業其實早就被死死鎖在了斯通納半個世紀前畫下的那張工程圖紙裡？好了，關於 M16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 M16 系列和 AK47 誰更好用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